历史上刘备23岁踏入征途，就这么一直混到46岁，依然没有寸土，只能窝在新野给刘表当客将。他的前半生可以说是相当失败的。对此，键盘侠会拼命贬低刘备，以获得一种廉价的优越感。但我不是键盘侠，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绝大多数也不是键盘侠，而是一群聪明可爱的大好人。所以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放在刘备的前半生为什么会失败，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哪些教训。本期视频将会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分析刘备前半生这么失败的原因，并发掘出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下面我们正式开始吧。首先是客观原因，刘备的起点确实是比较低的。个人认为，在汉朝末年考量起家的资本，主要是看以下3个因素：宗族、人脉、名望。首先说宗族，古代和现代不一样，现代人情淡薄，亲戚之间不怎么走动，甚至有的亲戚你都不认识。可古代不同，古代社会大家有很浓重的宗族情结，一个家族的亲戚之间是会互相帮助的。在汉末这种乱世，宗族更是成为了起家的重要资本之一。拥有强大的宗族势力，首先意味着你可以拥有很多宗族出身的人才，这些人不但能力强，忠诚度也相当有保障。玩过三国游戏的朋友对此应该深有体会吧。曹操手下那一帮姓曹姓夏侯的宗亲，不但能力强，抓住了以后一帮还死不投降，真是让人头疼的要命。其次，很多宗亲本身是相当有财力的，他们可以自行搞到军队给你帮场子。比如曹操在讨伐董卓期间被徐荣打得几乎全军覆灭后，他那个有钱的亲戚曹洪出手了。靠着雄厚的人脉和财力，曹洪最终给曹操搞来了将近1万军队，可以说是雪中送火焰山了。孙坚起兵时，他弟弟孙敬也给孙坚搞到了包括宗族子弟在内的600人作为基础军队。所以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句话在汉朝末年那是非常写实的。接下来我们说人脉，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不管什么时代，拥有强大的人脉，你都能获得很大的帮助。比如曹操从小就认识袁绍，后来袁绍就给了他很大帮助。曹操当上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背后都有袁绍的支持。曹操在兖州和吕布作战时，曾经一度陷入绝境，这时候袁绍也给了曹操支援，帮他渡过了难关。最后要说的是名望，在三国游戏里，名望越高越容易招到人才，在现实中名望的威力更大，甚至可以直接促成一个势力的易手。我们都知道袁绍得到冀州靠的不是打仗，而是嘴炮。在袁绍派去的荀成的嘴炮攻势下，冀州牧韩馥硬是一枪没放，投降的比2战法国还干脆。你可以说韩馥胆小，但不能认为他是个傻子。傻子是不可能做到益州长官这个位置的，他会投降必然有不得已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袁绍的名望远高于韩馥。荀成劝说韩馥时提出的韩馥不如袁绍的3点，其中2点都是在说袁绍可以让天下豪杰归附，袁家几代以来广布恩德，这就是在说袁绍的名望有多么恐怖。事实上，连韩馥本人都是袁家的故吏。在韩馥看来，袁绍有这么恐怖的名望，一旦打起来，自己手下人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当二五仔，这胜算能有多大呢？所以他干脆投了。韩馥的做法当然是懦弱可耻的，他要真拼一下也未必就会输。但是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应该可以认识到，名望在那个时代是一种多么雄厚的资本。说完了3个因素，我来试着给曹刘孙3家起家的资本打个分吧，满分10分哦。首先是曹家，宗族方面我给曹家打10分，大家没异议吧？当然这是把夏侯家也包括在其中的，毕竟曹家夏侯家这是属于一体的。人脉方面我给曹家打8分，毕竟能得到袁绍这种级别大佬的帮助，那真是够可以了。而且曹家的人脉也不止袁绍。声望方面，这个曹家算是比较弱的，毕竟曹操他爹当过宦官杨子，可以说名声虽然大，但不太好，给个4分吧，总分22分。
下面是孙家，宗族方面，孙家属于小豪强，各方面虽然比不上曹家，但人才也是真的不少，给个6分吧。人脉方面，孙家是比较弱的，不认识什么大佬，给个2分吧。名望方面，这给个0分吧，毕竟孙家没什么名气，而且孙坚是纯武人出身，武人在那个时代是被世人看不起的，总分8分。最后是刘家，宗族方面，虽然刘备所处的家族在当地也算是个小豪强，但是呢，你看看《三国志》，曹家和孙家都有宗室传记，就刘家没有。刘备起兵时，他的宗族也没有一个人过来参加，可以说宗族给刘备唯一的帮助就是他叔叔曾经资助过他，让他摆脱了小时候贫困的生活，还跟卢植进行过短暂的学习，也就是如此了。相对于曹家和孙家，刘家的宗族我觉得给个1分就差不多了。人脉方面，这个刘备还是可以的，毕竟他小时候跟卢植进行过短暂学习，认识了公孙瓒，并且因此在读书人圈子里也有了一点名气，比起孙家还是占优势的，我觉得可以给个4分。名望方面，刘备唯一的优势还是小时候短暂跟卢植学习过，在读书人圈子里有那么一点名望，不过这个名望是很有限的。刘备当上了平原国相后，当地的豪强就看不起刘备，甚至专门派了刺客去杀他。刘备得知孔融听说过他以后，还激动地大叫道：孔融居然还知道有我刘备这号人。华阳国志的作者史学家常渠在评价刘备时也说过，刘备这个人一开始的名望是很微小的，所以我觉得给个2分差不多吧，总分7分。当然，以上只是个人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总的来说，我认为刘备的起点确实是比较低的，起码在曹刘孙3家里是最低的，在整个汉末三国时代的统治者里，应该也属于最低的那一批。这就是刘备前半生这么失败的客观原因。当然，我们不能把刘备的失败完全归结为起点低，毕竟比刘备起点更低的，成就却比刘备更高的人，在历史上也是存在的。所以刘备的失败当然也有主观原因，那就是刘备本人身上存在的弱点。我认为刘备的弱点主要有2个。第一，急于成功。刘备早年曾经也得到过一次足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徐州牧陶谦去世，临终前陶谦决定把徐州让给驻扎在小沛的刘备。刘备犹豫过后，还是决定前往徐州。这时刘备任命的别驾后来曹魏司空陈群拦住了刘备，他对刘备说道：不行，您不能去，您去了肯定得死。刘备一听顿时懵逼了，别驾怎么你也喜欢开玩笑啊？陈群严肃地说道：袁术的力量很强大，您接手了徐州，肯定会跟他打起来。如果这时候吕布再从后面给您来个暴举，您还能活吗？陈群说的没错，当时袁术的实力非常强，单纯说纸面实力甚至可以排到第一。刘备听后心里很郁闷，但他没心情多思考一番，只觉得煮熟的鸭子摆在眼前，我干嘛不吃？我傻呀！结果刘备还是决定前往徐州。陈群表示：那我不打扰了，我走了哈。陈群这一走就没再回来。结果刘备接手徐州后，虽然很努力，各方面也都干得不错，但最终还是败在了吕布和袁术的联手之下。刘备这一次输的连裤衩都没了，他本人都差点死于荒野。没办法，有时候实力的差距真不是靠努力就能弥补的。我们回过头看看陈群的话，其实他并不是想让刘备放弃徐州，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让刘备不要急于一时，完全可以先置身事外，暗中积蓄力量，坐看袁术、吕布等人争夺徐州，等这帮人打累了、打残了，再上去收拾残局，这样赢面不就大多了吗？可惜刘备没搞懂陈群的意思，就急于接手了徐州，这让他错失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然，我并不想因此批判刘备，相反，我很理解刘备的选择。毕竟刘备起点确实低，再加上自身性格的原因，会产生急于成功的心理，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所以说，草根想成功，为什么总是那么难？因为不但在客观上起点低，而这个起点低的客观因素又容易导致产生急于成功的心理，结果在主观上也出现了错误。所以说，越是起点低，才越要冷静，不能心急。这是刘备带给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
史书记载，刘备失去徐州后非常后悔没有听陈群的话。遗憾的是，刘备只是后悔没听话，却没有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缺点。于是接下来刘备又开始因为他身上的第二个缺点开始吃瘪了。这第二个缺点就是无法接受失败。我这么说可能很多朋友要反对了，你这不是胡扯吗？刘备毅力这么强，失败了这么多次都不放弃，怎么能叫无法接受失败呢？大家别急哈，注意，我说的是无法接受失败，而不是无法忍受失败。在忍受失败这方面，别说三国，放眼整个历史，刘备都是无比牛逼的存在，他的毅力可以说是古今罕有。但是我说的是刘备无法接受失败。什么叫无法接受失败呢？就是说在确认一条路必然失败，无法挽回后，依然执着于挽回，最终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在对待徐州的问题上，刘备就犯了这个错误。失去徐州后，刘备就陷入了一种思维上的死循环之中，他放弃了宏观的战略考量，满脑子只想如何再次夺回徐州。为此，他先是跑去投奔了曹操，和曹操联合搞定了吕布。随后刘备又不顾曹操已经建立的巨大优势，硬生生从曹操嘴里虎口夺食，拿下徐州部分土地。结果刘备很快就在曹操的亲征之下一败涂地。之后刘备又跑到了袁绍那里，联合袁绍搞曹操。可以说这个选择已经完全不是出于战略考量，而是纯粹的赌气了。毕竟袁绍已经这么强大了，如果刘备真的帮袁绍搞定了曹操，那刘备之后还能有什么机会呢？现在我们回过头看看刘备失去徐州的公元196年这一年其他地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把目光聚焦到江东，我们可以发现此时孙策正在混战江东，割据势力。我们做个假设，如果刘备这时候认真做一番战略考量，认清拿回徐州难度太大，机会太小，转而南下江东，趁着江东混战分一杯羹，弄到一块地盘，恐怕不是没有可能吧。当然我说这些同样没有任何批判刘备的意思，因为接受失败这种事真的太难做到了，我本人就是做不到的。打个比方，如果我去电影院看电影，开始放映后我发现这是一部烂片，我的选择往往是强忍着也要看完。是的，因为我心疼已经花出去的电影票，我明知道这么做除了增加痛苦和浪费时间外没有任何意义，依然无法狠下心直接离开。这就是我无法接受失败的表现。能够做到接受失败及时撒手真的太难了。好啦，以上就是不二酱眼中刘备前半生的失败在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如果大家觉得有道理，就把1打在屏幕上吧，谢谢大家。老粉都知道，对于刘备，不二酱是非常欣赏的，所以可能有朋友会不理解，既然你欣赏刘备，为什么要专门花一期来说刘备的缺点呢？我的回答是，欣赏一个人物不代表就要无视他的缺点。在不二酱看来，我们看历史根本的目的是从中获得启迪和教训，所以哪怕是我们欣赏的人物，也应该正视他的缺点，从中获得教训。我做这个系列目的也是客观全面的为大家分析蜀汉的成功与失败，挖掘出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的启迪和教训，所以我不会遗漏蜀汉人物的任何成功和优点，同样我也不会回避蜀汉人物的任何失败和缺点。我认为这才是看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当然，一个人是会成长的。经历前半生的失败后，刘备蓦然回首，发现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然年近半百，两鬓斑白。那一刻，刘备终于悟了，摸着自己的大腿，刘备流出了泪水。他叹息道：“长时间不骑马，我的大腿居然长了肥肉，时光飞逝，我都要老了，依然没能建功立业，真的令人悲伤啊。”于是刘备下定了决心，他要改正自己的缺点。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当一个人认识到他还不够强，那就是他强大的开始。然而哪怕改掉了缺点，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于是刘备决定找一个强大的帮手，这个人可是诸葛孔明。正是。好啦，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们，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大家的支持是我努力创作的最大动力。那拜拜啦。